叶深的一句"你辛苦了"，他抱着他的肚子许下3个约定。于龙的准爸爸焦虑实录。夜深，台灯像一轮收起锋芒的月亮，把房间镀上一层安静的光。于龙坐在床沿，掌心附在杨咩咩隆起的肚皮上，微弱的胎动像一尾灵巧的小鱼从他的纹路间游过。他俯下身，额头轻轻抵住那片温热，低声重复一句话："你辛苦了。"这不是客套，是他把自己交出的方式。那一瞬间，他忽然明白，勇敢不是大步冲锋，而是靠近所爱，然后学会慢慢承担。焦虑清单，准爸爸的隐形作业。成为准爸爸的第1天，喜悦还来不及落地，焦虑已经列队入场。怕自己不够成熟，怕他受伤，怕生产突发状况，怕钱不够用，怕不会抱孩子，怕夜里手忙脚乱，怕在他需要时却不在场。每一个怕都像一颗细碎的石子，塞进心口的小袋子里，走一步就碰一下。于龙没有逃，他把每一颗怕拆解成可以被看见、被处理的任务，查资料，向医生请教，跟有经验的朋友演练，把流程写成卡片，把不确定写成清单。焦虑并不神秘，它常常只是还没开始行动的信号灯。3个约定，把爱写成可执行的条款。一次产检回家的电梯里人很多，杨咩咩有点喘，于龙半蹲护在他身前。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，他忽然意识到，仅仅说我会努力不够，爱需要被写成可执行的条款。那天夜里，他认真写下3个约定，并在每条后面标注落地动作。承诺要能经得住生活的负荷，因为家不是许愿池，家是兑现点。成为你们的安全感。他给自己定下的标准很简单，不迟到，不缺席，不让你独自等待。为了让这句承诺落地，他把安全感拆成可以触碰的物件与路径，把所有重要日期同步到手机和墙面日历。产检前1晚重复确认，准备2套产包，1套靠墙，1套进后备箱，规划3条最近医院路线，夜间各走一遍，把出租车、急救电话、产科护士站号码设为快捷拨号，枕边放一个小夜灯口袋，装着充电宝、保毯、温感贴、薄荷棒和备用现金。他想让爱从抽象变得具体，灯可以打开，路可以走过，号码可以打通，物品可以随手拿到。安全感的践行日志。第1次半夜假性宫缩，他紧张到指尖发凉。他一边计时，一边陪他做呼吸练习，4拍吸气，4拍停留，4拍吐气。第2天清早，他给夜间流程卡加了1行字：先安抚，再判断，后行动，并把冷静2字写在最上方。另一次产检，电梯突然停电，他的手机手电筒瞬间亮起，指尖稳稳扣住他的手，有我。电梯恢复时，他笑说：你像一个随身发光的小背包。他知道安全感被看见，大概就是这样，不是豪言壮语，而是在黑暗里能摸到的一只手。把耐心当作一块需要每天训练的肌肉。他对自己说，要用耐心回应他的每一次不安与疼痛，用倾听代替快问快答。他设计了3步沟通法，先听完，再复述他的感受，最后讨论解决方案。每天2次10分钟时间，午间发消息确认状态，睡前为他热敷脚部，轻抚肚皮，建立情绪红灯。他说我有点慌的时候，所有计划暂停，给宝宝读书，不是为了立竿见影的胎教效果，而是让耐心在重复中生长。约定争吵暂停键，情绪上头就先各喝水2分钟。他把耐心当作肌肉，日练不辍，当爱需要被搬运时，这块肌肉就是最稳的推车。有一晚，杨咩咩腰痛，想让他陪着走一会儿。于龙刚从公司赶回，脑子仍被未完的报告拽着，迟了1拍才回应。他的眼睛暗了下去，那是情绪红灯的信号。他立刻放下包，走过去说：对不起，我刚才只看见工作，没有看见你。走廊里，他们慢慢走，他每隔几步就问：现在这个速度还舒服吗？他笑道：你像个新手司机。争执被温柔化解。他在备忘录里加了一条：先看见人，再看见事。用余生替孩子对妈妈说：妈妈，你辛苦了。他把第3条写得郑重，无论未来发生什么，都要在每个普通日子里替孩子对他说那句：妈妈，你辛苦了。落地动作一目了然，生产那天第1句先对他说辛苦了，
第二句在欢迎孩子坐月子期间，他承担夜间喂奶与拍嗝的第一轮，让他能多睡1小时。每周设置1次妈妈日，由他负责家务与松弛安排。孩子成长的每个关键节点，都准备一束花，写上谢谢你，妈妈。若发生分歧，先做他的靠山，再做孩子的老师。对他而言，爱孩子和爱妈妈是一根绳上的两端，尊重给予者才能守住礼物。热情的爱需要清楚的边界。2位妈妈的经验食谱偏方像潮水涌来，鱼龙先谢，再选择谢谢，我先记录，医生建议我会优先参考。他把谢谢加选择权作为原则。探望安排，他做了访客时段表，在门口贴上午休进访。有人笑他讲究，他笑着回应，讲究是为了让他不被打扰。第一次家庭会，他请大家确认分工，谁负责什么，什么时候做，哪些不做。爱越多越要分工，分工清楚，爱就不累。他向公司申请弹性工时，砍掉非必要的晚间社交，建立回家前半小时无手机的仪式。有人提醒他太顾家会耽误事业，他答：事业需要冲锋，家庭需要守城。现在我选择守城。周末成了陪伴高峰期，一起做孕妇瑜伽，逛母婴店，练习抱姿。第一次换尿布，他紧张到撕坏2片，却仍认真总结，先准备，再操作，最后检查。那一刻，他像在备考，只是这次考试的名字叫生活。他们把客房改成银河小住客的房间，墙面刷成柔和的米白，灯光温暖不刺眼，婴儿床边挂着小木牌，欢迎你，银河小住客。衣柜里，小衣服按尺码叠放，标签清晰，窗帘增加遮光层，地毯换成易清洁材质。床头的一张妈妈舒适清单最醒目，抱枕摆位，睡姿切换，热敷时间，饮水提醒，企业路线。房间的一切都在说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不必着急。写给宝宝，当爸爸在你的小房子外说话时，我不求你立刻回应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世界上已经有人在认真等你。等不是焦躁的催促，等是把今天过好，把家准备好。等是爱的别名。写给10年后的自己，如果你因为忙碌而忘了慢下来，请回到这封信。想起你在产房门外捏紧拳头，在第一眼看见他时脱口而出的你辛苦了。想起你许下的3个约定，然后重新出发。越接近预产期，生活越像一场正式演出前的走台。路线再走一遍，产包再查一次，车钥匙固定在玄关第2格，鞋柜里常备一次性雨披和备用口罩。他练呼吸，他计时，他约定信号词我需要你，他练就条件反射，先靠近，先拥抱，再处理。准备越充分，心越稳。生活不怕多余，他怕临时抱佛脚。那天凌晨2点半，宫缩真正开始。路灯像一串橘色的珠子向后退，方向盘握在左手，右手搭在他的肩上，他疼得说不出话，他就轻声数拍，他喘不过气，他就降下车窗一条缝，让冷风进来。他没有说别怕，只说我在，这2个字比任何豪言可靠。到医院，他先扶他坐下，再去办手续。排队间隙，他给他发去一条消息，人虽不远，但字更稳，我会一直看着你。门外的椅子冰凉，时钟每跳一下都像在考验一颗心的耐力。他把手心的汗蹭在裤缝上，把3个约定在脑内默念一遍又一遍。护士推门而出，小小的啼哭像一缕光，他先看见的是他，脸色苍白，眼角却亮着。他走过去握住他的手，你辛苦了。这句在心里排练了1000遍的台词，终于对上他的眼。随后他俯身对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来。夜里，孩子像一只小号风铃，一阵一阵的响。换尿布、拍嗝、喂奶、安抚，流程几乎无缝衔接。他把闹钟设为柔和的提示音，每个整点提醒自己起身。羊咩咩困倦、疼痛、情绪波动，他就拿出安抚4件套，一杯温水，一句你已经很棒了，一条热敷腰带，一次轻轻的拥抱。迷糊之间，他忽然懂了，所谓父亲力不是力拔山河，而是能在凌晨3点把哭声变轻，把焦虑安放，把不安拥抱。混乱仍在，恐惧减半，
疲惫如潮，却不致淹没。第3天清晨，窗帘缝里落下一条薄光，孩子终于睡沉，杨咩咩也在他臂弯里呼吸均匀。他去厨房端来粥，把提前切好的水果与他爱吃的松软面包摆好，没有叫醒他，只在枕边留一张纸条，今天的第一件事是让你多睡20分钟。给孩子换好衣服，动作笨却认真。那天他们迎来坐月子的第一次完整清晨，没有惊天动地，只有秩序悄悄归位。家从此有了新的时间表。出院后，城市恢复车水马龙，他们的家却多了一种安静的勇气。于龙学会了家务分层，高强度安排在上午，中强度留到午后，傍晚空给陪伴。做饭时，他把手机放在客厅，让厨房成为无打扰区。别人夸他好男人，他摇头，不是好，是学习中。他明白，如果英雄主义不能落在日常，他迟早会变成传说。真正的英雄，也许只是那个在分类桶前弯腰的人，是在孩子哭之前先听见脚步的人，是在他还未开口前递上一杯热水的人。10年后，傍晚的光把客厅镀成暖金。孩子在地上铺开拼图，杨咩咩坐在阳台看书，侧脸被余晖切成温柔的线条。于龙从厨房端出3碗汤，忽然想起那张已泛黄的约定纸。3个承诺此刻并不耀眼，却像房子的3根梁，稳稳拖住一家人的光亮。安全感成了不漏风的屋顶，耐心成为不响的门轴，而替孩子对妈妈说辛苦了，已化作每天饭后的那一束花和一句问候。他看着他们，心里轻轻说，谢谢你们，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如果你也是一名准爸爸，或正在练习做一个更好的爱人，把担心写出来，焦虑就少一半；把承诺写清楚，生活就有抓手；把耐心当肌肉练，爱就更有力。在每个普通日子里，说一句你辛苦了。这句朴素的话，是能让痛减轻，让心变软的良方。我们都不完美，但不完美的勇气永远胜过完美的计划。愿你在成为父亲的路上，不被恐惧定义，被爱指引。为了不忘，把3个约定再念一遍，成为你们的安全感，不迟到，不缺席，不让你独自等待，把耐心当作需要每天训练的肌肉，先听，再述，再决定，用余生替孩子对妈妈说，妈妈，你辛苦了，在每个普通日子里兑现。当这3行字被写在冰箱门、日历页角和心里，他们就会在关键时刻站出来，替我们选择温柔与担当。生活不会因为你温柔就手下留情，换季、加班、账单、感冒、熬夜，现实像潮水。但只要把爱落到地上，它就能长出具体的形状，一盏随手可开的灯，一张随时可用的清单，一条夜里走过的路线，一只在黑暗里能握住的手。那天夜里，于龙再次把额头贴在他的肚皮上，小家伙忽然动了一下。他笑起来，我们仨继续向前吧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这个故事为你点亮了一丝勇气，或带来一份温柔，欢迎你点赞、订阅，并把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你可以聊聊，你最想把哪一个约定送给你爱的人？作为准爸爸或家人，你有哪些实用的小经验？在成为父母的路上，你最希望得到怎样的支持？你的每一条留言都会成为后来者的光。谢谢你，我们评论区见。